魂牙偏过脸就冲着魂力道：“我来拦住他，萧炎交给你。”魂力没有转头，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萧炎，面容狰狞道：“放心，上次不过是吃亏在措手不及，这一次我会把他2只手臂都砍下来。”魂牙微微点头，似是对这个答案十分的满意，又目光森冷地看了萧炎一眼后，才猛然转身，化为一抹闪电，直接对着薰儿暴掠而去了。见到魂牙冲来，薰儿美眸微冷：“萧炎哥哥小心，给我一些时间。”话音一落，薰儿轻喝了一声，旋即玉手之上的金色火焰陡然升腾，毫不相让的就朝着魂牙撞了过去。另一边觉得此战自己定能一雪前耻的魂力动手前，忍不住的高声宣言道：“萧炎，你能胜古妖，却不一定能胜我，这断臂之仇你今日是还定了。”语毕，阴寒的漆黑雾气陡然自魂力体内暴涌而出，旋即一道道漆黑锁链铺天盖地的就对着萧炎爆射而去。见此情况，萧炎眼神都不曾变过一丝，只见他十指连弹，一道道紫褐中掺杂着一缕森白的火焰就自其指尖暴掠而出，在半空中与那漆黑锁链狠狠地碰击在一起。盛大的烟花秀展开的那一瞬，萧炎笑着道：“如果你只能放出这等程度的攻击，那么你刚才说的话就得收回去了。”魂力当然是有所倚仗的啦，他的倚仗就是足纹。诡异符文浮现在魂力眉心处的一瞬间，魂力的气息也是突然间暴涨起来，而其空荡荡的右袖也诡异地长出了一只漆黑色的手臂。细看那手臂之上，居然布满着那些由灵魂凝聚而成的凄厉脸庞。望着萧炎脸上浮现的那一抹凝重，魂力此时觉得自信心爆棚，不由得开口拉踩道：“萧炎，很惊讶是吧？这种族纹像你这种落败的萧族可没有资格具备。”萧炎密恐有被恶心到而已，并不想拥有。其实仔细说来，魂力的优越感并不难理解，因为远古种族的人一般不会修行什么类似天火三玄变的增幅秘法，他们所拥有的族纹就是天地间最为强悍的秘法。原因嘛，就是族纹所带来的增幅除了消耗大，其他都没毛病，根本不会出现秘法反噬这种事情。那些不是消耗血液，便是依靠自残而提升实力的秘法，在他们眼中自然就不值一提喽。萧炎其实并没有怎么仔细听魂力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沙雕宣言，他在看完魂力的整个变化后，思绪就已经跑到了当日与古妖大战，好在对方还开启不了族纹，不然……魂力见萧炎没有答话，以为对方是被自己打击到了，又十分嚣张的表示：“好了，萧炎，接下来我便让你来试试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语毕，魂力的身形瞬间就消失了，几乎是同一时间，萧炎那被紫褐色火焰所弥漫的拳头瞬间便是对着身后空间狠狠轰了过去。但就在其拳头轰中那里的空间时，一缕缕黑色雾气却是自空间中弥漫而开，将其拳头轻易地阻拦而下。黑雾彻底涌出后，转眼间便是形成了魂力的身影。他瞥了一眼面前的萧炎，十分不屑的道：“毫无力道的攻击。”萧炎很清楚，面对这实力无限接近于9星斗尊的敌人，自己是时候动用那张底牌了。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天火三玄变的3变以后，萧炎掌心一扭，便是如同泥鳅一般的挣脱，身形暴退间，萧炎直接就放出了他的金黄保镖们，正是全部升级以后的天妖魁们。此时的魂力却是处于惊掉了下巴的状态，不是因为天妖魁，而是因为萧炎。萧炎在施展天火三玄变时，隐隐觉得眉心有点痒痒的，不过仅仅是一瞬，而且当时情况紧急，他也没在意。魂力却是在那时清清楚楚地看到萧炎眉心处有着一个他至死都不会忘记的符文，正若隐若现。萧族的族纹？怎么可能？萧族的血脉之力已经彻底废弃，怎么可能还会具备族纹？魂力那叫一个又诧异又懵逼，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纠结了一下下后，魂力这个大聪明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管他有没有看错，先杀了萧炎再说。萧炎，把命交出来！
只见眼中闪烁着凶芒的魂力，如同一尊魔神一般，身形一动，便是带起一团阴寒的漆黑乌云，闪电般的对着萧炎爆射而去。此时萧炎的暗金葵也在阵法的加持下变成了紫金葵。暗金葵在加强以后，本就拥有着能与6星斗尊相媲美的实力，如今再经过阵法吸收10具达到斗尊层次的天妖葵的力量，他的实力足以与9星斗尊强者一战。于是当魂力的碎魂冥掌同紫金葵的铁砂掌相碰撞的那一刹，方圆100里之内都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爆炸之声。两掌的对抗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一阵咔嚓声响起，那巨大的掌印之上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最终爆裂而开。紫金葵被那恐怖的劲气震得在虚空之中连退了10来步，每一步的踏出都会在天空上留下一个漆黑色的脚印。然而当其最后一步落下时，其身形却是如同离弦箭枝一般再度爆裂而出。这一次他直接就冲进了那浓郁的黑雾之中，片刻后拳锋对碰所带起的破风之声就连绵不断的从那黑云之内传出。面目全非脚，还我票票拳正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魂牙已经被薰儿全方位压制了，可以说只要时间足够，当场击杀魂牙都不是难事儿。萧炎权衡了一下己方战力以后，不由得在心里暗自感叹道，这一次若是能在此处将这2人给宰了，想必即便是魂族也是会有点肉痛啊。以中州为顶的疯子表示，一点都不痛好吗？萧炎正琢磨着怎么才能将这2个家伙一举拿下之时，黑云之内陡然响起一道极为响亮的炸声，旋即金光与黑气爆射开来，在天际放起了烟花。黑云彻底爆裂之时，2道身影也是倒飞而出，最后踏着虚空噔噔倒退了将近100多米，方才稳住身形。萧炎定睛看了看紫金葵身上那些肉眼可见的掌印，多少有点心疼。不过再看看一旁那不仅披头散发，衣服破了大半，还嘴角挂有血迹的魂力，萧炎觉得心里舒服多了。而魂力之所以那么狼狈，其实是有原因的。在魂族，魂力是以战斗方式极为拼命博得凶名的，这种以命搏命的方式，对手但凡有一丝的害怕，那么就离战败不远了。但紫金葵不会怕也不会疼的特性，完全可以说是天克魂力。毕竟双方一掌换一掌，一方是傀儡，一方是肉体，无论怎么看都是肉体那一方血亏呀。混账，这家伙怎么拥有如此强悍的傀儡？嘴中不断喘着粗气的魂力，目光惊怒地望着远远退开的天妖葵。远处的萧炎看着魂力那精彩的面部表情，高兴极了，笑眯眯地伸了一个懒腰，随后屈指一弹，那天妖葵便是立刻弹射而出，再度凶狠地对着魂力暴掠而去。魂力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然而就在前景一片大好，胜利的天平已经朝着萧炎他们倾斜之时，几道身影却是快若闪电般的爆射而出，而一股蕴含着浓郁能量的飓风正在他们身后逐渐成型。几人边跑边叨叨，赶紧跑吧，被风暴追上了，就算是斗尊巅峰的强者也得陨落于此。刚刚将弥漫着金色火焰的掌印狠狠地轰击在魂牙胸膛之上的薰儿，看到正在飞速地蔓延而来的风暴时，甚至直接放弃了对口吐鲜血的魂牙补刀，偏头就冲着萧炎急喝道：萧炎哥哥，快走！听到薰儿的喝声，萧炎先是一怔，偏头望向那天边尽头后，当下就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挥手间召回了紫金葵就跑。看得魂牙2人一愣一愣的，等魂牙顺着萧炎之前的视线看去时，也顾不得萧炎那2个煞星就在前面了，与魂力对视了一眼后，2人就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狂奔了起来。原因无他，对上萧炎他们还尚有一线生机，但若是被卷入风暴，那就得是彻底的死翘翘了。在魂牙2人也是开始狼狈逃窜时，那后方天际一道道模糊的黑影也是闪掠而开，原本这死寂的没有人气儿的大地之上，一时间搞得跟动物大迁徙一样的，真是好不热闹。那是什么？萧炎的身形紧紧跟在薰儿身后，
感受着后方遥远传出来的那种恐怖威压，面色有些凝重的道：天幕的能量大风暴是此处的一种自然天灾，威力极端恐怖，斗尊巅峰的强者被卷入其中都是十死无生。没想到这次我们这么倒霉，居然遇见了这东西。一般来说，能量风暴要好些年才会爆发一次，反正先跑吧。这能量风暴波及的范围极度辽阔，恐怕整个第2层都是在它的范围之中，所以我们必须进入第3层才能将之避开。薰儿沉声道。听到这话的萧炎微微点头，旋即余光就扫到了昏鸦那2个糟心的家伙。但此时此刻，萧炎也没有心思再搭理他们。再定睛一看，萧炎又发现了老熟人，一男一女，赫然便是炎族的那位火炫，以及那脸颊上有着面纱遮掩的红衣女子。火炫对上萧炎目光时，一个加速就同萧炎2人齐平。没想到萧炎兄弟速度竟然这么快，早就赶到了这里。火炫笑着道。萧炎也是微微一笑，遥遥的就冲着火炫2人拱了拱手道：火炫兄也是不慢啊。只见2人你来我往的一阵寒暄，最终达成共识，先去第3层，双方暂时结盟，强强联手嘛，有何不可呢？后方的昏鸦2人眼睁睁的看着前面4个凑近一点，再凑近一点，俨然一副达成共识的样子，脸色十分的难看。靠之，本来就打不过，再来2个谁吃得消呀？不过突然想到什么的昏鸦顿时就冷哼道：再让你们得意一会儿，等到了第3层，我要你们一个都跑不掉。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